提赫对法提赫，没问题，没任何问题。这个版本的 T0对，就看打野位了，都没有选达摩，打野位，嘉兴和中医的选择，大司命对决，大司命会不会是王昭君加张良的公式流呢？有没有可能？很有可能。如果是大司命王昭君加上公孙离的话，那就是3 FMVP。没错。看一下中路的位置，两边的张良、王昭君胜率都很高。王昭君对王昭君很有机会镜像对决呀，真的有机会镜像对决。而且如果是这样的阵容，如果是后面还是公孙离打公孙离，再加上张良打张良的话，那将是 TT Global 对阵到 AGAL 的3个 FMV 选手的英雄获得者进行正面交锋。哦，后羿，这是但是预判了。但一诺是公孙离 ，AG 在 KWC 王者电竞世界杯的舞台之上拿出了中路长生、打野中义、发育路一诺3位选手在 KBL 的赛场上获得了3个 FMVP 的英雄。没错，那就看游子位揭晓了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？来吧，揭晓吧。如果是后羿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是朵莉亚？啊，双大后羿。哎，最后还留了一个谜底。这个悬念，哎呀，大家可以猜一猜，在弹幕里面猜一猜，最后到底是什么？我感觉这个张良是没跑了。AG 是张良没跑啊，张良没跑了。主要就是 TT Global 这边的辅助位，会不会是朵莉亚呢？双大后羿，还是说他也配个张良到后边当保镖？哎，对，因为我打到大后期，再加上小雪之前那个表现，我可以完全保着这个后羿打。没错。啊，最后给我们留了个悬念。哎呦，这 KWC 吊人胃口啊！对 KWC 这个每一场比赛的过程都是跌宕起伏啊，难以预测。这握不住的沙呀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流向哪儿。但是这最后一局比赛的冠军一定会有一个归属。今天总会有一支队伍在利雅得留下遗憾。对 ，AG 今天的这场巅峰对决的阵容。渲染的法提赫，打野中义的大司命，中单长生的王昭君，一诺的公孙离，以及如果最后要是张良的话，那么真的这套阵容拿出来，这将是过去从2023年的世界冠军杯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拿到的3个 FMVP 的英雄和他们最自信的对抗路和游走。没错。这一套阵容代表了过去 AGAL 在国内 KPL 赛区里面创造的辉煌和荣誉，一定程度的代表了如今的 AG 王朝，更是证明了他们如今4连冠的含金量和连续7进决赛的壮举。那对于他的对手 TT Global 来讲，如果能在今天这场巅峰对决当中战胜AG 这么强的一套阵容的情况下，足以证明这支 TT Global 已经成长到了具备争冠实力了。没错，最后的游走位的英雄依旧是张良对张良，除了发育路英雄不一样，其他完全相同。究竟谁能够获得这最后的 KWC 的冠军奖杯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进入比赛，蓝色方 TT Global， 红色方 AGAL。我是九儿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双方阵容只有一个位置不一样，哎，上来这边直接动手，动到了大司命，大司命没了，4人爆中直接拿下一血，26秒钟，在巅峰对决就爆发了一血，对。但是你看一下 Joy， 也就是九星这边，他想要去偷 buff， 但被发现了。一诺直接回到了野区看了一眼，没想到嘉兴的大司命，通常在比赛里面我们看到都是他进到对面的野区来打，但是这一上来被 AGAL 拿到了一血，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习惯，导致了 AGAL 4人爆了波中，结果就有收获了。对，而且这个一血记录，哪怕你是放到我们在刚刚还没打完的这个夏季赛。也是最快的一血记录，因为当时的那个一血是狼队打 EDG， 当时是28秒拿到一血，而在今天只有26秒。是的，相当快。自己掉了一片蓝区啊，这样双方在打野位上一上来就拉开了一部分差距。是的，这个差距不知道会
会不会被 AGAL 形成雪球之势滚下去啊？理论上在第2轮野区的时候，逆风方是具备防守野区的能力。对，一上来确实对于嘉欣来说非常的艰难，但他必须要从边线去做一些经济的弥补，因为他目前为止才900块钱。 这才1分半钟多一点的时间，他在打野的对位上已经拉开了500块。中艺这边的大司命已经在冲击6级了，他现在是刚刚4级。没错，下路的话，一诺也开出了狂暴上去压了一波小雪的状态。看一下大帅跟长生的张扬王仁君组合，马上都要升4级。是要等兵线过去之后再越吗？没有，还是选择了回中来处理这波中线。这轮野区就进不去了。对。 但是视野的消失也不得不让小雪回到自己的靠近中下路2塔的位置。怕，那这样的话就要被公孙离卡线了。没错，而且小雪也不太敢一个人在塔下，他叫人过来了，但是 AGA 也要把矛头转向了对抗路，要去抓一波上，而且大帅4级了，来了，直接过来给个2技能，法迪克开技能上去，先行集火带走了9星，上场再给大帅又捏到了青青的法迪克也阵亡，而且还把人头全部给到了中医的大司命。 中野2连击破，这个优势太大了，还没有等小雪那边的后羿升4级，主动去给剑配合队友的时候 ，AGAL 已经出了2波节奏了。这个开局你可以说 TT Global 有点崩了。来看一下 STC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回放，上路的这一波，这就是因为知道了第1轮就这叫什么嘉欣的大司命，他其实是掉了自己蓝区之后他是红开的嘛。 那边知道你大司命这个点是在下半区的，直接往上头转了一波。他们没有当时他们其实蹲了一波红，准备去越下的时候，但当时张亮王仁就并没有升4。没错，他们在中路多过了一波线之后才往上转。到了4级之后就没有再去下了。是的，因为下路的话刚好也是大司命，就对手大司命的红区要刷新的时间，且当时小雪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往后拉了，并且叫了王昭君过来协防。是的。 但是你上路的话，这一波又动手了，但是一个闪现躲开，没有被张良、王昭君的 combo 接上。而且刚才一诺的公孙离应该是用2技能挡掉了后羿的剑啊，就这把公孙离对于后羿的剑有一定的限制作用，但是要看一诺的个人反应。上路法提克对砍，虽然有点抢不过，没开大，开了。 小出来了，装备上的一些问题吧，刚刚没仔细看。哦，这里王昭君动了2个，是的，动完了之后紧接着过来，9星倒了，又是长生的王昭君在这个位置动2个人，他就是用这一招拿到了王昭君的 FMVP 呀！哇，他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很靠近的位置，上一次他拿到了王昭君 FMVP 的那场关键的决赛，是在靠近自家中路1塔的那个草。对。 像 AGAL 已经开始在滚雪球了 ，TT Global 现在只能被动防守，他只能去预判一下 AGAL 的一些进攻点，看能不能打一波反蹲，要么就是靠后羿的剑开波先手，但是后羿刚才这剑没中。现在的 TT Global 需要去找到机会，下路爆了波4人团，要抱紧一点了，但是两边是刚好撞上了。 没打，但是看大司命卡了个视野，藏到了 TT Global 的红区，但是他这个1技能好像爆了，正面的话有人闪现上来，没看到，直接被摁住了。这一波刚好小雪走到了脸上，那这波大司命要把他吸死了。是小雪阵亡，不过正面的话，轩冉和一诺也被 TT Global 给带走了，因为轻轻的法提克切过去把一诺给带走了。轩冉是闪现过来想要配合中艺这个绕后开团的时候，瞬间被9星按住了，他应该是。 这个张良是在进草的时候一直在按大招，点按大招，所以当时轩冉冲进来，闪现过来一瞬间就被摁住，然后被冻住。不过 TT Global 他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还是被中艺的大司命带着队友一起进到了蓝区，把蓝 buff 给反了。因为本就是两边一波博弈，你看一下 SC 的回放，轩冉闪进来直接被摁住。哎，对。然后大司命这边是蹲到了一个后羿，而且后羿还是闪过来的，就一点自保手段都没有了。其实当时我感觉中艺的大司命那个1技能残留的那个技能特效飞过去的时候，对面应该有意识到，但是正面因为轩冉已经进来了，所以他们会直接去激活这个轩冉。小雪那个地方他实在是没办法啊，队友都顾不上他。
发育的经济还是持平的，但是在打野的位境差距有点太大了，快要2000块的经济对位了，才6分半钟的时间。这打野对位形成经济压制了。对。亚纳斯密用往生图在地上画了个 X。现在双方都不敢打3线了，都只能抱团去打2线。特别是对于劣势方 TT 格勒伯来讲，这局比赛的走势也是牵动着屏幕前以及现场观众们的心啊，扣人心弦的一局比赛。因为这把双方的阵容开团能力都非常强。对，而且这局比赛从奖金层面上来说的话，也是极其诱人，冠军75万美金，而亚军就46万美金。但是 AGAL 的优势还足以让他们把2条线又压过去。这样 TT Global 是出了一波上线之后，就只能开奔狼，想找人，看到了王昭君，王昭君直接被张良开，然后接个洞，但是这波能不能死呢？大司命旁边直接动手，再加上拿到了这个头，但是九星这一波的张良也倒了，而公孙离一诺在旁边给了个2技能上去接了个普攻，带走了王昭君，把赫兹给击杀，而嘉兴的大司命进去之后也没有退回来，又是一波中医的双杀。最终 AGL 打了一波2换3，虽然他们是被开的一方。但是他们把技能全部交给了长生。长生这边吃完王昭君、张良一套技能，虽然死了，但是那边大司命就中印的大司命横切过去，直接完成对攻。看 STC 的回放啊，这个大司命切过去，没有人打，没人管他了。然后小雪这个时候后羿的装备不好，而且看一诺的位置，公孙离从后面冲出来带红。对，这个阶段公孙离打架比后羿强多了。所以这个阶段 TT Global 想破局还是很难的。在龙坑的位置，双方要争这条暴君，小暴君啊，被 TT Global 给拿下，被TT拿到了。注意这个经济8200，经济差将近对位2000块，这还是得从这一把20多秒爆发一起说起。对，就那波开始，嘉兴的大司命就完全处于一个逆风劣势。现在这个大司命吃一套集火，我感觉都很难死。中意的大司命很难死。一剑中，再接个洞，而且打到的是大帅，但是往前压，没有人可以再跟了。这个高经济的大司命顶在前方，然后吃到这样一个捏，可是没有人可以补输出去进攻他。因为后羿只能交闪现跑，对，他被大司命黏住的话就很难脱身了，他都不敢回头输出。其实这一箭射的还挺好的，但是远程只能跟个王昭君的一套技能，但又杀不死。我们没错，都知道在这套体系当中，王昭君的经济是非常低的，他的伤害量是不足以秒掉一个人。青青打出了目前的输出伤害第1啊，这把还是得看青青去补那些缺失的伤害，在这个阶段，因为这个阶段小雪的后羿伤害很难打出来，而且伤害很低。没错，但红 buff 还是给到了小雪。马上要到10分钟了，只要 AGAL 不掉点，这个龙他们是稳控的，上路兵线非常好。就看 TT 格勒伯要不要换龙，各打一边。他们应该是想换的，就看 AGL 给不给你换了。他直接独裁打野主宰伏击。对。然后再过去打暗影暴君。这个洞龙打得很快，这时候 TT Global 想换也来不及了，后羿给了一剑冲上去，中的是王昭君。是的，但是正面嘉兴被集火了，直接一波集火，看嘉兴能不能走得掉。我公孙离也在点啊，一诺的伤害太高了，带着红 buff 的公孙离直接把嘉兴给带走了。没错。这波他们还想尝试用后羿的剑控住一人之后，让嘉兴这个大司命进去抢一下。是的，应该是想让他用命抢啊，就算他抢到了，他人也走不掉。没错，就想试一试。现在倒了一个嘉兴之后，下路带着兵线压进来，中路的兵线也控住。但是 TT Global 毕竟还是有王昭君在的，不过长生也交出了大招，往塔后放。这一波是让一诺尝试去点一下中路高地塔，没有推掉，但是也点到了残血，回头去控资源了，再拉开一波经济差。现在11分钟出头，这个经济差有6、7千。
10000经济的大司命，11分20秒，8400块的公孙离，然后还有一个8600块钱的法提克，关键是两边的法提克经济一样，可是你这个法提克在队伍里只能勉强排到个2号位，对吧？或3号位的位置，公孙离刷一波又比你高了，没错。但是你再看青青这只法提克在队伍里面那是1号位，绝对的1号位。就他如果要是一倒，那就崩盘了。现在最难解决的，我觉得还是中医这个大司。对，他这个经济在这个时段就是一个刺客野，打架一战两战刷出来的经济，但是他一个弹野大司命做到。但 TT Global 他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他没办法呀，他确实没办法保证小雪的经济收益了。是，小雪现在也只是刚刚掏出3件套，而 AG 这边的话，他是经济完全分开，多点开花，后一剑被挡了，挡了，这是你逆风给剑的时候，公孙离就可以用2。是的，这里冻住了一个，这光王昭君一个人伤害，直接把大司命压残了。TT 还是在努力的去坚守，他们今天的比赛就是从翻盘开始的。现在赫子也把大招给交了，但因为双方都有张良，导致这个动到之后看后续，不过渲染冲进去，看集火一波，大招开起来，连斩带走了嘉欣，青青也在人群里面被击杀，还是中义又一次拿到了双杀。但青青倒下之前，他把一诺给换掉了，换掉了一个射手。对，可是中上的双高 AGAL 都完成了突破，但因为一诺这波被青青切掉之后，导致了 AGAL 没有继续做推进去终结比赛了。不过他们最好的方式是接下来这一波双龙嘛，看看能不能再给一波推进。来看一下这波 STC 回放，先是王昭君给了个2，动到了大帅，引发了一波团。对，然后这波团公孙离在旁边输出的时候被青青法提克直接贴脸。对，青青开了大招之后在人群里面 A 起来了，对吧？扫起来了，刚好伤害全部扫到了一诺的脸上，确实是爆发太高。对，公孙离因为刚刚是做出破晓，他身上没有防装，很脆。霸道的力量在哪儿都很霸道啊！这波龙 TT Global 有种想接战的意思，接近1万的经济差。对，剑来一剑命中到了大司命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跟，而且长生先给了个2技能压口子，包括张良大帅张良给出了个1技能拦人啊，这样只能撤退了。对手最后一个高级。往前挤，闪现过来接大招，风2技能冰冻感人，但是中义换出了复活甲，站起来之后看能不能扛，开出了大招，而小姐这个位置你先倒了，九金也阵亡，嘉欣也被处理，长生这一波闪现过来之后给大招留人，是拿到了一波双杀。AGAL 虽然一诺的公孙离倒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他们是一个4打2，只剩下贺死王昭君以及青青的法提克，王昭君倒了，只剩青青，青青一个人守家守不住，被冰冻之后一波团灭了。TT Global 让我们恭喜 AGAL 获得2025 KWC 王者荣耀电竞世界杯总冠军。AGAL 成为了在 KWC 王者荣耀电竞世界杯舞台上第一支夺得总冠军的俱乐部战队，同时一诺也在他第1届 KWC 获得了冠军和 FMVP 之后，成为了 KPL 唯一出征 KWC 并且首发获得 KWC 冠军的双冠选手。相当于一诺已经完成了2连冠，在 KWC 的项目当中完成了连冠。同样的，战文玉教练和这支 AGAL 也成功的破掉了九哲在决赛的100%的胜率。这一刻属于 AGAL， 属于一诺，属于所有的支持 AG 的粉丝。但这一战对于 KPL 而言没有败者，让我们恭喜 AGAL， 你们是冠军！